我知道你会来，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，等得我都有点不耐烦了。怎么样？该想的想清楚了？我想问一句，你是来审我呢，还是来唠嗑？有区别吗？有。私审是违法，唠嗑是情理，你说呢？给我支烟。郑风池来找我要软盘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咱俩迟早有一天要坐在一起。齐新军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有多大麻烦，我心里清楚；我能给别人带来多大的麻烦，我心里也清楚。我的麻烦小了，别人的麻烦就小；我的麻烦大了呢，哼，别人吃不了就要兜着走。天底下兴起兴落，我告诉你，光脚的永远不怕那个穿鞋的。我现在什么也不说，打死我也不说，我在等，你得明白。这天底下嘛，虽然有昼夜轮回，可到什么时候呢，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对，对，哼，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吗？我是来感谢你的。哼，我很惭愧。还有什么？直说吧，你快熬出头了。你的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，很快就提起公诉。到那个时候，可就谁都帮不了你了。要解决的办法嘛，只有一个：跑。你害怕了？说，怎么个跑法？俗话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既然你把话都说透了，我很高兴。只要你很好的配合我，我会给你创造一个发挥你聪明才智的空间的。一定。我这个人还是很喜欢和下属沟通感情的嘛。哎，好。听说你正在装修啊？先拿着用吧。宋总，无功不受禄，你这不行不行。那我给你创造个机会。您尽管说。董事长要回来了，知道吗？我都太知道了。怎么？他遇到点麻烦。这个计划都清楚了吧？齐新娟，我虽然挨了你们一枪，可自打我进来以后，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儿。什么意思？看来你真是为我的事儿费心了。一个很周全的计划，太周全了。但是你必须保证，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不能出差错。假如不出现什么差错的话，
你就可以顺利的完成上级交给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了吧？别把我当3岁的孩子，你是想要我的命。你的计划很简单，假如按照你的计划去做，我根本不可能出现差错。哼，假如出现差错的话，那就是站岗警卫的枪口。当我迈向围墙第一步的时候，警卫的枪爆就会打碎我的天灵盖儿。我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在你执行计划的时候，值班的警卫是自己人。哎呦，我最怕的就是自己人。我怎么能知道你给他的指令不是一枪把我击毙呢？邱其刚，如果想让你死呢，有很多简单的方法。这个我信。老话是说，借刀杀人。现在为明了，杀人不用刀，用法。你是想让我触犯法网？行了，该想的主意我想了，该说的话我也说了。你不愿意，我也没办法，是吧？但我还必须要告诉你，至少到现在，你的麻烦比谁都大。再见。不送。有件事情，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什么事儿？老西子死了。弃新军的到来，使狡猾的邱其刚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。他绞尽脑汁地在2种方案中权衡选择，要么充当告密者，可他又无法找到可以信任的告密对象；要么信任弃新军以自救，越狱潜逃，可越狱潜逃也要承担来自弃新军的风险。2相权衡均无益，于是一个苦肉计渐渐地在他的脑海里成熟了。那他没有什么危险吧？犯人的枪伤是他自己撕裂的，显然是自残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除了伤口流血过多之外，没有什么别的大的问题。我们对他的伤口也已经进行了处理。这样吧，再住院1天，观察一下，如果伤口没有感染的话，就可以送他回看守所了。我可以看看他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要死人了！救命啊！不得了了！要死人了！邱其刚，你以前还像一条汉子，可现在不像了。啊，疼！啊，我怕死，我怕疼啊！哎呀，是很疼。可你要真想去找你的好兄弟，这痛苦的过程你还真得忍着点。西子死了是吧？
谁告诉你老西子死了？丁先生既是我们奥华集团的董事长，又是咱们江都难得的稀客。在敬酒之前，我先向董事长介绍一下今天在座的各位。免了吧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在座的都是朋友，都是同仁。丁某这些年来，感谢各位的通力合作和政府的大力扶持，才有了奥华的今天。来，宋总，敬大家。干杯啊！董事长，我来奥华打工已经有3、4年的时间了。这次您衣锦还乡，能够在这儿和您相聚，不胜荣幸。这杯酒是我敬您的。这第2杯酒是我代表奥华的全体同仁敬您的，再敬为尊。这第3杯酒也是缅怀故人的，希望董事长能够节哀顺变，保重身体。据我所知，中国人讲大丧为喜，叫喜丧。中国人觉得人死了以后会得到成仙，西方人觉得死了就是解脱你的痛苦，可以去天堂休息休息。说法不同，异曲同工。让我们为绅士丁丽芬女士祝福，大家干杯！干杯啊！哎，干杯，干杯！哎呀，看不出乔治先生还是个中国通啊！哪里，투표额钱不点等，路班门前男农夫。大家见笑。对不住啊，对不住。没什么对不起，你是谁？我是娱乐城，奥华集团娱乐城老板。我是奉宋总之命专门来保护丁先生的。那人他是干什么的？您放心，我们很快就会问清楚，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替我谢谢宋总。对不住了，对不起啊。受惊了，受惊。走！哎，饶命！大哥饶命！哎呦！大哥饶命！饶命！哎呦，大哥饶命！大哥饶命！大哥饶命！哎呦！说你的社会关系，说你在江都都有些什么亲戚。说。
我有个媳妇儿，一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哥哥。你哥叫什么？干什么的？他叫李栋子，在殡仪馆做化妆师。不过我跟他不和，早就不来往了。这事儿跟他没关系。你哥是李栋子？我爹妈望子成才，他叫栋，我是梁，合起来就是栋梁。你少废话！你说你，就凭你这身子骨也想杀人啊？说谁指使？让你说就说，看他妈我干什么呀？我在外面欠了一笔债，那个债主是从云南来的，说让我干了这事儿以后，就把那笔赌债给抹了，还给我一笔钱逃跑用，所以我就干了。那个云南人叫什么？在江都吗？他不在江都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好像听别人说叫果子狸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他不在江都，你怎么欠的钱啊？你去云南赌了？我说，袁大哥，我对不住你了。郑总，你听我说，这事。你说个屁！哎，宋总，哎，我都弄明白了，您真是神机妙算。哎，你知道那李良的是直接受袁黄一指使，袁黄一是直接接受的就是张向东的指令。你看下一步怎么办？你说呢？既然都是自己人，我看放了他算了。你免得进去之后出现什么纰漏。你呀，办事的时候多动动脑子。放了他，丁孝文能干吗？那报警。啊。哦。李良子，你这杀人还债担的可是死罪啊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可我真的没想杀他。大哥，你就看在我妻子和我孩子的份上，你放了我了吧。你要是放了我，你就是我再生父母，从今往后我都听你的，下辈子我给你做牛做马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我要是放了你，你这赌债不还了？尿急憋不死人，等我活着出去，再想办法吧。那我要是给你个还债的机会呢？你看啊，你这杀人未遂呀，最多判10年。你要是进去表现好呢，主动交代罪行，也就是个3、5年的事儿。如果你要是按照我说的方式去交代，我帮你还了赌债。
3、5年就出来。这无债一身轻的日子啊，其实挺好的事儿，你说是不是？反正事儿是这样啊，反正你左右你都得进去。这何去何从呢？你自己想，想好了之后，我来找你。啊！哎，大哥，你别走，我听你的。真的。人在里面。有什么抓的？是找许具体情况您再说。早就该抓。你早就有预感吗？那倒不是。你丁孝文是集团的董事长，保护公司总裁是我们每个职员的责任嘛。郑博士啊，你不是在工商所干吗？啊，你是入乡随俗，倒挺麻利。嗨，我刚才已经对李良都问过话了，嘴很紧，什么都没说。你这算不算私设公堂啊？他身上的伤是刚才救丁孝文的时候有的，我没动他一根毫毛。你问，走了。啊，慢走啊！哎，李梁子，抬起头来。这是你的东西吗？在国际大酒店的餐厅外，你拿它准备做什么？我真的没想杀他，我只是想威胁他。威胁？你说的倒轻巧。什么是威胁？威胁是用可能的伤害手段对当事人进行威逼和恐吓。可你当时的行为是什么？你从背后举刀直接挥向狄孝文。如果不是他反应及时，如果不是他的随从及时赶到，他早就被你捅了。你这是在直接实施伤害，懂吗？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还问我干什么呀？想判什么刑，我伏法吧。你给我老实点，说我不知道的。想问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为什么要杀丁孝文？丁孝文他跟我无冤无仇，我只是想帮我哥哥。你哥哥？你哥哥是干什么的？殡仪馆的美容师李栋子。唐局，您倒是说句话。您说我的思路难道就真的错了？那哼，说呀，怎么不说了？您这一晚上带答不理的，您让我跟你说什么？老了还犯困，你说你的。不说了，走了。老大，人家这么晚来找你，你也不精神点啊？忙你的去，我有我的方寸。
把衣服脱了，准备睡觉好吗？啊？你看你这头发乱的，跟个神经病似的。来，把头梳梳。给。其实啊，我知道你自己能梳，是不是？那，给。还有啊，你在房间里整天戴着个帽子，来，我给你摘下来好吗？来。星君儿，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来，我给你梳头。啊。李芳，把眼镜摘了，睡觉吧。李芳，听话啊！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好啊，长兄啊！长兄，能见上你一面实在是不容易啊。有2年多的时间了吧？可是有了。哎呀，您的笑容总是那样深不可测，让我不寒而栗啊。来，坐。我记得有一个社会学家说过，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，笑原始的含义是向接受笑的人表达一种意思。我对你无威胁。杨百熙智取于虎山里座山雕手下那帮土匪中啊，流行着一句话：不怕座山雕抱，只怕座山雕笑啊！他一笑就会人头落地呀。那不过是一个土匪头子在深山老林里憋出来的不良习惯。好了，玩笑话不说了。前辈啊，毛主席的3大纪律8项注意的第1条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可是对于丁孝文，你自作主张的重拳出击，差一点导致了全盘皆输的严重后果呀。你知道吗？在联系起丁令芬的死，我是毛骨悚然。丁兄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丁家兄妹
对于奥华究竟有多么大的威胁呢？就好像我给 LTB 顶罪一样，今天你又要把屎盆子扣在我的头上。哎呀，弄明白不明白的事情，这是应该的。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嫁祸于人。我发现我现在是越来越讨厌你了。老梁啊，我经常想当年我们在轧钢厂的时候，我是厂长，你是书记，我们是搭档，组建了一个坚如磐石的领导班子。那段日子，我始终在怀念的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哦，刚才好像你提到满盘皆输，怕输吗？若论输赢，心里就得有个尺度。在赌场上，输1分也是输，拼到点房外期也是输，搭上性命还是输。我倒想问一句，在奥华的问题上，你老弟打算怎么个输法？哈哈，如果必须让我在大叔和小叔之间做出选择的话，那我今天晚上也没有必要冒着风险上这儿来见你了。我根本就不想输，我们也绝不会输。张兄，如果我今天没能够及时制止你的计划，那才是我们最大的败局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后果喜忧参半，喜的是所有参与 LTB 和奥华运作的人都能保住脑袋，你可以继续领导江都人民奔小康，戚副局长可以继续为你保驾护航。我嘛，背着保外就医大赦，可以颐养天年。忧的是，这一切都要付出代价。一个本可以不断分红的巨额股资，顷刻间化为乌有，这个代价太大。可是我认为值。如果你一定要放弃所有股东的利益，你可以去自首啊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不想去自首，我更不想在刑场上了结我的一生。就你的命值钱，生命的价值非钱可量。你没病吧？看来要让你安生点，真得把你送回监狱。一个在我培养关照下由治安员提升为保卫科长，后又由刑警队长晋升为公安局副局长的毛头小子，这样跟我说话，成体统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现在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可怜的小丑。小丑？大概不会比小人得志更丑吧？老东西，我毙了你！小子，你不敢。我的命不值钱，你的命值钱。你杀马凡可以，
他是误触雷区的倒霉蛋儿。你杀老西子也可以，他也是误触雷区的倒霉蛋儿。可你杀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和你是同一条船上的倒霉蛋儿。好了好了，既然是同舟共济，又何必剑拔弩张的起内讧呢？乔治，哎，洪医生决定跟我们走了吗？洪医生决定了，我已经预订了他机票。乔治啊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们这次回江都是不是错？干嘛问我 ？You're a free spirit. Free spirit must find his or her own path. 不管我妹妹的死亡调查的情况如何了，我都必须撤资。您是什么意思？必须果断的执行西澳洲计划，不能再等了。撤资。不客气地说，丁立芬的死，不管其死于何种原因，已经使奥华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，已经暗示着奥华一个不可更改的结局。我太了解丁立芬和丁孝文兄妹之间的关系了。丁孝文在国外发展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他的2个妹妹。丁孝文很好面子，一旦他知道了丁立芬真正的死因，他会不顾一切地进行报复。报复到什么程度，用什么方式，不可预测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丁立芬之死的原因重新调查。这重新调查意味着什么？戚副局长最清楚吧？张兄啊，有些事情你大概还不知道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正式对丁立芬的死做合理的、能够让丁孝文满意的解释。我相信罪犯会绳之以法的。谁也不能一手遮天。一片小小的云彩带来的音量已经足够了，谁也没打算去遮天呢。我们的公司内部相互猜疑，本可以把一件透明的事情做得更好，现在做的是云遮雾障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败根。有一天，宋之林问我，奥华怎么了？丁孝文为什么不关心扔在奥华的巨额资产？我说，他信任你的能力，信任政府对奥华的关爱。我用这种说法说给你听，你会信吗？同样的道理，你们用一个编造出来的结果去取信于一个高智商的人，是不是有点掩耳盗铃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前面的努力还是卓有成效的嘛。这我信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关于丁立芬的死因与奥华资产相关的线索都被掐断了，这让那些热衷于揭开谜团的人，甚至于根本不知道谜团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。说实话，丁立芬究竟怎么死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可你们想过没有，丁孝文会善罢甘休吗？一旦编造的结论被戳穿，那将意味着什么？那才是满盘皆输。
据我所知，丁孝文非但没有要颠覆奥华的打算，而且他正在为了挽救奥华制定一个庞大的计划。啊，兄啊，你今天晚上的行动，差一点坏了奥华的事儿啊！你是说西澳洲计划？对，西澳洲计划，啊，准确的说是西澳洲投资计划。这个计划不会成功，除非你从中作梗。结局从开始就是注定的。你们静静的等着吧。金军呐，你就是装得再像，梁城北也不会相信你。赤字是一件大事情，我劝您还是权衡利弊，三思而行。通过这2天我听到的、看到的，我总结了8个字：奥华集团已经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了。您说的蛮有道理，可我还想了一个中国成语，现在有用，叫做当局之迷，判官之情。现在我是判官者，我感觉到您的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，是不是您太轻率了？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啊。